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要上什么课程呢？接续上个礼拜我们介绍了 IC 设计公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终端的各应用产品来一一介绍 IC 设计公司。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要介绍的是驱动 IC， 就是 Driver IC。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换一下图卡的部分。好，驱动 IC， 你会问我说，什么是驱动 IC？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的接触到，包括我们的手机啊，包括我们的那个电视啊，是不是都有个面板？那面板里面就需要这个驱动 IC。所以呢，在整个半导体的IC 设计的应用端呢，我们又从它就是 IC 设计呢，因为它都是根据应用端去设计整个线路图，所以呢 IC 设计下游景气的好坏呢，跟应用端就是 IC 设计本身景气跟下游的应用端的景气，它其实是有高度的相关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在投资 IC 设计的股票的时候，我们就先去看看市况。比如说，我今天要投资驱动 IC， 我是不是要去看一下面板目前的价格好不好啊？还有它的应用层面，广不广啊？未来有没有发展性？类似这样子。好，那接下去我们看了一下呢，在 IC 上游产业，我们用应用端分类的话，大家看到这是上游供应商，就是我们上一集有介绍过的，包括了有 EDA， 还有 IP， 还有 IC 设计的供应商。那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用应用别分类可以分成这么多，那所以呢，它这些太多了，那我们就一一做介绍。那今天主要介绍就是面板驱动 IC。那大家只要记得，就是说 IC 公司呢，它是依不同的用途开发出不同的需求的晶片，而且它只专门做 IC 设计。不做制造的部分。好，把这个特点我们记起来以后，接下去我们来讲什么叫驱动 IC 呢？那驱动 IC 我们如果按照这些文字讲，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输出电压到像素的地方，然后来控制液晶电子扭转的程度，来让它显出它的影像。那从手机、电视大到说整个看板的话，都需要驱动 IC。所以你画素要越高的话，解析度会越高，那你就需要的驱动 IC 的价格就会越高。可能我这样讲完，大家说，哎呀，听不懂啦，你讲了半天，念来念去我就不懂。好，那我讲一个简单的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的面板的那个画素解析度呢，在面板制作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固定住了。比如说我是一个大面板，还是我是一个小面板，但是因为输出不同的那个装置，所以就是说我们它所呈现的解析度也不一样。那我们要如何去借由电压驱动我们要的画面呢？那简单说，一个面板就是一个平面嘛，它就是由 X 轴跟 Y 轴所建立起来。那 X 轴呢，它就叫做所谓的 Source Driver IC。那个 Y 轴就是 Gate Driver IC。那它的差别呢，就是在 Source IC 这个地方呢，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安排所谓的资料输入。你说什么资料输入？就是配合一些零组件呢，它把颜色输入进去。那 Gate IC 这个地方呢，它就是负责开关然后来决定面板液晶扭转的那个角度。所以配合这些零组件出来，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电视画面、手机画面看到五彩缤纷的那个画面。所以就是这样子简单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这个地方就是 X 轴跟 Y 轴这个地方，我们都需要驱动 IC 在面板的里面。好，那我们也知道，刚刚前面讲的画素越高的话，那是不是我们需要的需求驱动 IC 需求量也会比较高呢？那因为我们这边已经讲过 Source IC 呢，它是决定的颜色这个地方， Gate IC 这个地方呢是决定开关的地方。那信道数呢，就是他们一个专有名词，其实就是 channel 的意思，就是说每一颗 IC 它可以控制的画素。所以我们这边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如果说呢这边奇景光电这边开发出一个 channel 是900多的，然后我3840去除以960的话，就是我需要4颗 Source 的 IC， 然后我 Gate 那个地方呢，如果可以代表就是说每一颗 IC 可以控制的是720的话，那就代表就是说那个在 Gate 那个地方我需要了3颗 IC， 所以这样3+4是不是我一个这样画素的面板上我就需要7个驱动 IC？ 那大家也知道现在的面板。家里的电视，每个人都想越看越大，
越大，所以需要的驱动 IC 数是不是越来越多？所以在整个做驱动 IC 的业者，他们是不是要拼命的竞争？竞争就是说，让他们一颗 IC 可以控制的信道数越多，那客户就愿意越跟他下单嘛，因为那样需要的驱动 IC 颗数越少，是不是它就可以设计的更薄哈？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大家也不用担心说，那驱动 IC 如果控制的信道数越来越多的话，那需求数变少的话，那是不是会影响到他们的利润？不会，因为它设计比较多的信道数，它的单价也会提高，所以整体的驱动 IC 的产值就不会变少。好，那接下来我们知道整个驱动 IC 的需求量有外，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应用端哈。刚开始驱动 IC 的应用端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大尺寸面板，就像 TV 啊，还有我们手上的 notebook 这些。那小尺寸面板呢，就是像手机啊，还有一些穿戴装置。那相关的厂商我都写在下面，这些都是重要的厂商。你不要告诉我说我买了哪一支没有在里面，因为没办法全部列进去。那最近比较红的是所谓的 TDDI， 它就是用它是控制面板的感测晶片。那还有包括了电子纸啊、电子标签啊，还有在车用领域啊，车用领域的面板也是越做越大，还有工业用的相关领域哦。那大家大概知道这个应用端以后，那当哪一个应用端起来了，是不是就代表说对于驱动 IC 的需求就增强了？那当然一样的道理，像现在面板的价格在跌，那大家就会知道，当面板价格下跌的时候，就会去影响驱动 IC 的毛利率，因为你的最终产品景气往下了嘛，所以对你的需求就会减少。所以大家先把这些关联性搞清楚的时候，当股价往上走或往下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好，所以讲完刚刚基本面以后，我们来讲驱动 IC 比较代表的公司它的技术面。那驱动 IC 里面的龙头就是联咏。那一直以来呢，联咏就是一直跟面板厂商做一个紧密的那个结合。那在用车用的部分的 TDDI， 它就是所谓的触控跟驱动的一个整合晶片哈。那它已经有打入那个车厂的供应链，然后而且本身联咏的那个营运规模大，产品线相对比较多元化，整合性比较高，具有相对的优势。那我们也可以从它的股价走势图可以看到哈，就从它2001挂牌上市哈，一直到2021年，这个经过20年的年间，它的股价是一路往上走哦，就是说不断的在创新高的过程之中。好，那所以我们接下来投资人一定要问我说，那接下来呢？我当然知道你要问我接下来呢。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是要有逻辑的分析，就是说。第一个，请你先看它回档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守住1/2，再来问我这个问题。当守住1/2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没有守住1/2的时候会怎么样？如果不了解的，再回去看我们第1集的 N 型理论就会告诉你了。好，那再讲细部一点，我们上一堂课就讲过了，同学又来说再讲清楚一点。好，我们再讲清楚一点，就是说我们拿这个特定日期做起涨点，比如说2022年的7月份，股价往上反弹了，到底是反弹还是回升呢？它会有一个分野处，也就是在这个 B 波高点的时候，如果以关键 K 棒长红棒过关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多头行情了，那就很容易上涨 N 型再扩大。那我们要挑股票，当然就是挑这样的股票。但是如果在7月份2022年7月份这个地方它跟着大盘一起反弹，可是它反弹幅度很小，连1/2都没有过，接下去下跌的时候又跌破了7月份的低点，那是不是就是下跌 N 型扩大？好，所以你要去了解这个地方到底是反弹还是回升的时候，第一个你要懂 N 型理论，那接下去你要配合所谓的关键 K 棒。那什么叫做关键 K 棒？就是长红棒以大量长红突破关键位置的时候，那就是向上的关键 K 棒。那哪些是关键位置呢？就是前波的高点，还有在下跌段的末跌高的部分及前波高的部分，这3个地方是关键位置。当长红棒突破关键位置带大量，它就叫做关键 K 棒。那关键 K 棒有分真突破跟假突破，真突破就是说过关以后它会拉回整理，可是它不会破这个长红棒的开盘价，也就是原点的部分。那假设跌破的话，就是假突破，即使假突破以后再上去，它的力道就会减弱。好，这样你就明白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往下攻击一样的道理哈。它如果7月份这个地方反弹，不过1/2，然后也
那这个地方又袅袅的又下去，当它破7月份这个低点的时候，如果又是长黑棒的话，那代表什么？下跌 N 型扩大嘛。所以我们要先把关键位置找出来。那关键位置就是前波低，还有末升低。末升低就是往上攻击的过程中，3D 的位置就叫末升低。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把这几个位置记起来，然后 N 型理论记起来，你是不是就非常好操作啦？你就不需要一天到晚看着别的老师告诉你说这只股票会涨还是会跌呢？是不是就学会了呢？基本面跟技术面完美的做一个结合了呢？很高兴哈。那有关于电子产业的部分呢，我们已经为期1个月做介绍。我相信你会告诉我还不够瘾，还想多听点。我当然知道啦，可是我们589团队的电子专家总是要休息一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下个月会轮到那个非电子的分析，再下1个月的时候才会再轮回电子产业做分析。所以你要持续的看哦。这样子的话，你的专业知识就会越来越多。那以后你在选择股票的时候，在基本面跟技术面结合之下，你就可以选到正确的股票，而且知道在什么这样的情况介入，什么样的情况做一个卖出的动作。OK， 那如果你还有不懂的话，欢迎你到部落格看我们的文章。如果再不懂的话，欢迎在我们底下留言。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的话，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可以跟我1对1的对谈哦。OK。到了节目的尾声，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OK，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非电子产业见喽，拜拜。